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1月15号。昨天美国公布 CPI 没有意外是在 3.2， 跟2天前的预测差不多，只是没想到 3.2 主力也会洗盘，利好散户买，主力有可能在高点的位置，它就会洗盘。不过昨天下跌，期货的利润也是在回撤，包括一笔 35K 的头寸也是被打止损。那不然等下来聊一聊比特币下一个支撑会在哪一个位置，还有下跌不要被主力给骗了，还是会上去哦。包括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，等下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，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，也就是比特币正常的上涨通道，有可能就是2022年的6月份。到这个低点的位置，或者是去年19000的这个区间，下面 FTX 交易所或者是下面这个硅谷银行都是异常的黑天鹅波动。正常的几个低点，包括这一个2万附近的这几个低点，或者是这一次的 25K 的低点，它是存在一个正常的上升通道，所以这一波 26K 的上涨到这一次的高点 38K， 有可能就像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上涨到这一个24000美金附近，它是涨了 40%， 或者是这一次也是涨了 40%。 然后这2天是一直跟粉丝朋友们讲要反一点哦，不排除如果主力突破这个上轨道的位置，有没有可能再回踩一次这个上轨道。那昨天测到这个低点也是没想到啊，把这一个 35.1K 也就是这一根 K 线附近的一个低点都给它跌破。那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前面开单的位置，不是最后一笔短线的多单，我个人是在判断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它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，大约是在 34.5K 附近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哦。所以短线在这个位置做单很难做哦，我估计有可能它真的就类似这个区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个区间，它涨了 40% 的高点，压回到这个轨道下轨的位置，重新再测一次支撑。那这一次压回来，有可能也是重新再测试这个支撑。我们首先要观察这个支撑位不要破，如果破的情况下，等下来观察还有没有哪一些支撑位。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当时这个位置的支撑，也就是今年的2月份，它压回到这个位置，后面是短短的整理1、2、3、4，差不多4根 K 线左右。而且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结构啊，它是涨到这个位置，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区，所以压回到这个位置，它是在守前面这个高点的支撑。后面是有上去，但是我们观察一下中长线，你也要反一点。如果你是要抱长线的大波段，或者是抱到未来的顶部，你也要反，有可能它中线还是在这一个区间整理，它会又压回到这个位置，让你重新再打止损。就像这一波行情从低点上来，一路希望朋友们什么位置追都可以，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主力非常的坏，它会不断的在这个位置清洗高点，或者是这些高点追加的筹码，有可能在这种位置继续开的多单，你留意一下，要抱长线可能不一定那么好抱。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差不多就是昨天或者是 35K 的低点，收盘不要有效跌破，有效跌破那么要反，有没有可能还会有更低的低点。那么要观察一下，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，当时从这个低点上来以后，它后面回撤到这个位置的黄金比例，我们可以细心去观察一下，从这个 16K 开始到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它后面回踩的位置是接近 0.382， 所以我们还是要防，也就是目前的位置 35K 到底能不能撑住。如果不能撑住，那我们观察一下黄金比例 0.38 的位置，不要从最低点，我们就从这一个爆发的点位拉到这个高点去观察一下，是在这2根 K 线回撤大致的低点，有可能会有一个支撑位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上一次它这个位置回撤到这个位置，就是因为这几个位置整理区间支撑是非常的强，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波拉到这个位置是接近 30% 嘛，它当时这几根 K 线应该是有一个很强的整理区，如果这个位置
跌破，我们要反，它有没有可能又来到这个位置，重新在这个区间里面继续震荡？上面有可能只是一个陷阱，短线或中线的陷阱。但是我的观点，大长线应该还是要继续上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5天的图表，这个高斯通道线，之前在底部的时候有给大家预测，也就是比特币如果一波牛市涨到高位，它如果回到这个高斯通道轨道内，特别是把这个轨道的下沿给跌破，从这个下沿的位置去计算它的空间，如果跌个 50% 附近，有可能就是底部。不过后面 FTX 交易所崩盘，它最终的底部是从这一个高斯通道5天下轨的位置跌了 60%， 后面是见底。不过这个区间我个人观点现在不会再去了，因为现在目前的价格是已经突破了这个高斯通道的上轨，特别是在这个200多天的整理区间有2次它是踩了一次上轨，或者是又踩了一次这个中轨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比特币在2019年的底部前面有一波疯狂的上涨，然后开始测这个上轨的位置，有可能就要小心。比如说2020年到2021年也是一样，第一次测这个上轨的时候就要小心，有可能甚至它回到这个轨道内，就是要开始寻找底部的走势特别是2019年的这个位置跌破了5天高斯通道下轨，后面是跌了近 50%， 这个位置就是底部。或者是2015年的走势也是一样，跌破了这一个高斯通道的下轨，最终是再跌了近 60%，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。不过现在我们观察一下，就是比特币目前的走势，因为上轨也测过一次，然后这一次又重新回到这一个中轨 25K 附近开始启动的行情，到现在我的观点是我们倒过来去观察一下，当时比特币走空头熊市的时候，从 69K 跌下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是不是也是有重新再测试这个中轨，然后从 48K 就一路开始崩盘，一直走了近半年到1年多的比特币的熊市。那现在我的观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一个黄色标出的位置，跟这一次 25K 绿色标出的位置，就是这个中轨，它后面空间有这么多的波动，或者我的观点，目前的牛市这个中轨开始启动的行情，应该不会少于这一个空间的波动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第一波上涨，它是非常的强势然后重新压回到中轨的位置，或者是有黑天鹅事件，也是把这个下轨给跌破，但是后面重新返回来以后，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踩过几个中轨的支撑，这个区间后面上去，从这边开始计算，它是涨了6倍。所以我是相信比特币这一波行情从这个低点开始，应该是不会少于6倍吧，有没有可能未来至少会涨到20万美金以上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